这个十分的羞愧难当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得跑出来跟大家认个错了。你看我前2天我还录视频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你看嘲笑人家这个知否的电视剧，我说你看他讲科举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总是穿越的。别到最后啊，找了个丙生就打发了一辈子。你看，我当时就给大家放的这一段，我还说呢，我说你看丙生这玩意儿呢，根本就不是宋朝有的，它是明清才有的。你看我自己就上当受骗了，这个电视剧呀，他也没有说对，有可能他是故意改的，然后我自己吧也赖我没有记真着，这玩意儿根本就不叫丙生啊！你小伙伴们，你们在弹幕里面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呢？这事儿我这错误啊，哎，先说错吧，这东西不叫丙生，一个叫廪生。这廪字咋写呢？就是把这个丙字儿上面加一个广字头的这个，哎，这太难看了，这东西叫廪生。前鼻音啊，这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这个廪字儿。哎呀，这事儿被谁发现了？你知道吗？被我上高中的时候的语文老师发现了。我的语文老师给我发消息呢，说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这个丙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还傻不拉几跟人回答呢，你说我丢脸不丢脸呀？我就老干这种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一遇到这个我以前的老师揪出来我点什么错吧，我就特别的紧张，就好像自己就毕业多年还不求上进的这个样子。我原先刚刚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你知道我原先上学的时候有一位特别崇拜的教授啊，我们北师大的中文系的教授，大教授，哈贝马斯的学生。然后他给我们上那门课吧，特别无聊，叫西方文论。但是人家啊，声称能把这西方文论啊，我们曹老师，哎呀，上的那叫一个好听，讲课讲的真好。我每次为了抢一个座位啊，提前半个小时到这个教室里面去，都未必能抢得着。哎呦我天！结果我刚刚工作啊，曹老师的儿子在我班上，哎呀妈呀！就你要是刚刚开学没多长时间，9月10号过教师节的时候，人曹老师给我打一电话，我一接曹老师，然后曹老师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小韩老师，这个教师节快乐呀！”我那个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错了，老师，我应该给您打电话，怎么能让您给我打电话说教师节快乐这事儿呢？然后从此以后，他就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我就跟做贼似的。我先进他们班之前，我先踮着脚尖从那窗户看一看，我说曹老师来了没有？哎，所幸曹老师没来开过家长会，每次都是那个孩子他妈来开的。说曹老师要做相声，我这家长会我都说不出话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紧张但揪出错来了。来，我跟大家纠正啊，廪生。那咱们这期上次不是说的秀才吗？咱们这期就把这个廪生是怎么回事给大家掰扯清楚啊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廪这个字儿，你别看它写在这儿比较复杂，对吧？这个仓廪这么一说的话，它意思就很明确嘛。仓就是廪就是仓，就是仓库的意思。而且这个廪生啊，实际上原本这个叫廪善生。因为啥叫善呢？善就是吃的吗？那从仓库吃的那组合在一块儿，哎，它就是从国家的仓库给你发吃的这样的一种生源。这个生源是什么呢？生源就是秀才。生源呢，就是你考中了秀才以后，你就获得了生源的身份，你就能这个建立了学籍档案，你就能继续往上考了，这个意思哈。所以你是这样的一种秀才，那怎么样的秀才就能国家发给补助、发给吃的、发给钱呢？那就是怎么说呢？那就得秀才，是不是？那是优秀的秀才，也就是你在这个秀才的考试，咱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吗？参加3个考试，县试、院试和府试嘛，在这3个考试里面表现非常优异，考了1等的成绩，哎，你就能成为这个廪生，就国家能发给你吃的。这个廪生还有别的说法啊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想国家发吃呢，那肯定名额特别的少，特别有限呐。但是后来慢慢就多了，哎，国家也是想着鼓励更多的人好好学习呗，鼓励更多的这样的人努力往上考呗。那于是呢，他就有了一种说法，那既然有了这种增补，对吧？它叫什么呢？它叫增广生源，于是简称增生。于是呢，咱们回到这个电视剧里讨论，哎，你说如兰她为什么说，哎，到最后那个也千万不要随便找个廪生嫁了。其实你要真说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嫁给一个廪生不错呢。你要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来说，对吧？首先第一个，人家是个秀才知识分子，你不要老小看秀才，在古代啊，当秀才不容易的。你首先你想想，你找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老公吧，对于女孩子来说，她家庭好不好是不是很重要？古代啊，不是任何人都能考秀才的哦。你爸江洋大盗，你这一辈子突然间开始奋起勃发，你就能考科举？不行。4种人明确规定了不能考秀才，而且这4种人不包括什么罪犯的呀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哈。哪4种人呢？第一种人啊叫奴仆。
你想啊，奴仆为什么不能考秀才呢？你身份本来就已经卖身为奴了，你首先得恢复了你平民正头百姓的这个身份，你才能再继续往下走，去做那个人上人的吧，对不对啊？再接下来啊，第二个，你有可能没想到叫吏族，就是隶属于这些国家公务员部门的那些个小卒子，对吧？就是这通常都是那种工作性质相对来说比较低贱的，然后呢又比较辛苦的。你比如像门子，你记不记得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门子？另外一个有可能你没想到，就是抓犯人的那个时候，古代的时候叫捕快，对不对？一讲捕快，你就想到了很多电视剧里的人物。你比如说像这个《武林外传》里边，是不是这个范明啊演的那个对吧？刑捕头，对那些人在当时在古代的时候，也是他们的子弟啊，他们的孩子，至少3代之内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。你即便是他当捕快的，然后他的儿子转了行，也要再等几代才能再考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啊。另外一个啊，第3个就是那种昌优，昌优这咱就不用说了，咱古代啊有句说法，就不像现在哇，演艺圈多么的赚钱，大家都很向往，对吧？古代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这个态度啊，我只是转述古人的说法，叫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对吧？这样的一个职业。然后另外的啊，下一个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地方有所区分的一些叫做建业。你比如说有些人呢，他是做什么呢？他不种田，但是他也不劳动，他就是他自己比较会吹拉弹唱什么的，他就是谁家办什么红白喜事啦，然后我就到人家家去，给人家吹弹唱唱的，就这样赚钱。但是现在来说，这都是正当职业呀，这有什么的？我自己养活自己。但在古代，他就这种人就属于建业，或者说有些像南方那个地方，他没有这个房子，他就住在这个船上，以船为家的，这样的一些船户，他也叫从事建业的。你想啊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就有点类似于你嫁给一个国家公务员啊，他家的一个背景，他至少甭说富贵，他至少清白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家都已经替你审查过一遍，他才能至少有这个身份资格参加考试的吧？那从这个背景上那么弄一圈，然后人家又考中个秀才，又考的成绩又很优秀，那这个优秀的这个秀才，那没准将来考举人、考进士的，对吧？那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来说是很好的结婚的对象。而且这个领生啊，他不光是那种你要知道他成绩很优秀的这方面，他在当地啊，比如说在他们的县里什么的，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。你知道当时咱们不是说那个考科举有一个叫县试嘛，对吧？就是考秀才的一个考试，主考官不是县太爷嘛？县太爷当主考官，那领生他们县里的很多领生都是跟在后面的，对吧？那你想跟在县太爷后面，就是出去考那些个小孩的小童生们，那也是相当有范儿有面儿的。但对于人家如兰这样的家庭嘛，人家是官宦的女孩子，对吧？你嫁给个领生，看样子是挺有希望的，谁给你保证啊？他考秀才成绩是挺好的，那他一定能考得中举人吗？考中举人，他也一定能考得中进士吗？这玩意儿，好像就是你买了一个刚刚上市的这个股票，它未来能不能涨，还是赔在砸手里的，确确实实，你不如嫁给顾廷烨这样的侯爵，感觉来的实在踏实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咱们把这个领生这一块跟大家来掰扯掰扯。对不起，我之前讲错了。